身边的女人全是病娇怎么办？尤其是她们还全都惦记着，不管你怎么逃离，最终都会被他们强行拖回去。嘿嘿嘿。一手拿刀的高冷黑长直的御姐，还有邻家可爱系的学妹想让我喝下加马药的水杯，还有一拳把沙袋打爆的运动系的青梅。其他病娇就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我穿越到了一款游戏世界，可只要和女主们发生关系，下一秒就会被他们给拿了。欢迎来到病娇的世界，你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但是大概率会死；第二，全部放弃，做一个咸鱼，回到现实社会。这尼玛狗世界，这一次我全都要。哎呦啊！自己不就是准备写一个差评吗？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？谁家主角穿越往全是病娇的游戏里传啊？而且自己玩游戏时，主角好歹还有个系统面板，可到了这里，自己什么都没有，这还怎么玩？既然与女主在一起会被卡，那自己只要不去搭理他们不就好了吗？这可是真实世界，又没有游戏里的强制相遇，自己只要好好苟住，一定可以好好活下去。想到这，你觉得这个办法很不错，当即从兜里拿出手机，打算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。可当你看到手机上的日期后，什么？今天居然是主角剧情开始的第一天。原剧情里，隔壁正住着主角遇到的第一位女主，邻家可爱系学妹萧小小，因为父母出车祸，承受不住压力，打算在今天自杀。而你在发现萧小小想要自杀后，便从阳台翻过去把她救了下来。但是我选择救下女主，自己有可能会被卡。如果选择不理会萧小小，将会直接死去。看着紧闭的阳台玻璃门，你用力扯了下，发现怎么都扯不动。萧小小，你在不在里面？你用力拍了拍玻璃门，但屋内没有任何回应。这该不会是已经晕过去了吧？你干嘛？情急之下，直接来到卧室房门，只见一个穿着百褶裙的少女正安静地躺在床上，而在床边的不锈钢铁盆里，木炭正缓缓随中随性。你连忙用水熄灭，又将萧小小抱到客厅，将门窗全部打开。醒醒，醒醒！2分半后，萧小小缓缓睁开了眼睛。运13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望了眼自己卧室的方向，又看了眼阳台碎裂的玻璃门，顿时也反应了过来，小脸沮丧，眼神悲戚地朝你道：运13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想去找爸爸妈妈。小小，伯父伯母他们也一定不会想看到你这样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好想爸爸妈妈他们，为什么他们要离开我？难道这就是萧小小转变成病娇的契机吗？因为父母的离开让他十分渴望亲情，所以我的出现会让他忍不住的想接近。在原剧情里，此刻会有一个选项对萧小小说：小小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但是明明是一句很瞎头的话，可嘉的好感度却是格外的多。但现在这种话你是万万不能说的，他们也一定想看到你好好的生活下去的，不是吗？听到你的安慰，萧小小的哭泣声慢慢小了下来，但下一秒，她突然扑进你怀里，哭得更大声了。你有些不知所措，又想好好安慰，又怕会引起她的好感。就这样，你抱着萧小小，过了2分半，怀中的萧小小渐渐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你低头一看，发现萧小小已经在你怀里安静的睡了过去。再这么抱下去也不是个事啊！小小，快醒醒！感受到你的触碰，萧小小缓缓睁开了眼。运13哥哥，对不起，运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小小，以后不要再做傻事了，好吗？我知道了，运哥哥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。看萧小小的这个样子，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既然已经救下这小姑娘，自己还是赶紧溜吧，以免酿成大祸。小小，你家玻璃门我会找人帮你重新装好，我等会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哈。一边说着，你一边往门口走去，还没走到门口，身后传来一声萧小小的呼喊。你下意识的往身后看一眼，却见萧小小眼神空洞，手里攥着一块长长的玻璃碎片，满脸绝望的看着你。运13哥哥，你也不要小小了吗？我靠，完蛋！小小，我真的有事。话还没说完，萧小小又低下头，满脸委屈的对你道：可是刚才运哥哥明明说过会一直永远陪着小小的。这么下头的话，像咱这种正直的邻家大哥哥可能会说的话吗？有吗？你有些弱弱的说道：有，运哥哥刚才明明抱着小小，说以后会一直陪着小小的。是吗？哈哈，有这种事？似乎是察觉到你的犹豫，萧小小捏着玻璃碎片的小手忽然抬起。既然运哥哥也不要小小了，那小小还是去陪爸爸妈妈吧。等一下，小小，咱们再好好想想，刚才我真的说那句话了吗？没事的，运哥哥，小小有点想爸爸妈妈，运哥哥还是让小小去陪爸爸妈妈吧。萧小小握着玻璃碎片的小手，使劲用力，想要挣脱被你抓住的双手。别！你双手并用，死死地按在萧小小的手臂上。小小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没事的，运哥哥，我这就去陪爸爸妈妈。等等，我没说不要你啊。话音刚落，萧小小瞬间停止了挣扎，扬起小脑袋，一双大眼睛有些欣喜地看着你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就知道运哥哥不会不管我。你抬手轻轻拍了拍萧小小的肩膀，试探性地询问道：那小小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刚说完回去，
萧小小的眼神肉眼可见的空洞下来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，只要你敢走出这个门，你看我今天弄不弄就完事了。见状，你连忙改口，不走不走，其实我只是想去上个厕所而已。说完，你也不等萧小小反应，连忙溜进了厕所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即便自己没有说出那句加好感的话，但因为自己还是救了萧小小，所以很有可能她的好感已经上涨。原剧情里，作为出现的第一位女主，所以萧小小特别容易攻略，只要稍微对她好一丢丢，好感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。可好感太高的话，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病娇。更何况，因为是新手包，所以刀人的手段也是最多的，包括不限于水里加料等等，都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。要不先想办法把她的情绪稳定下来，等到她不会再自干傻事了，我再慢慢疏远她。可行。当你感觉这个方法可行时，当即满怀自信地走出厕所，刚开门就见着萧小小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，眼神空洞地看着你。这妮子该不会听到了吧？小小，你这是？此时的萧小小正低着脑袋，小手紧紧地握着和鞋。运哥哥，小小知道自己是个累赘，小小还是去陪爸爸妈妈吧。你连忙补刀，迅速将刀从萧小小手里抢过，轻轻地丢掉，双手按在她的肩膀上。小小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才是精神病犯了，说胡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萧小小疑惑地歪起小脑袋。运哥哥，你原来有精神病吗？对，我有精神病，没事的。运哥哥，就算你有精神病，小小也不会嫌弃你，小小会一直陪着运哥哥。运哥哥，你先在客厅里坐一下，小小去把屋子打扫完，就去准备晚饭。啥情况？这怎么突然就到一起吃晚饭的环节了？你想要解释，但又怕刺激到。萧小小将你砸碎的玻璃全部清理了一遍，然后换上围裙，看着正坐在沙发上的你。运哥哥，再坚持一会哦，小小这就去准备晚饭。说完就迈起小碎步走进厨房。就在准备走进厨房时，萧小小忽然又转过头，小心翼翼地盯着你。运哥哥，你不会趁我做饭时偷偷溜走吧？怎么会？小小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走的。那小小去准备晚饭了。运哥哥，可以吃饭哦。萧小小的情绪似乎已经恢复了很多，此刻她朝着你露出温柔的笑容。你点了点头，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，你忍不住感慨：这手艺，怕是成家已久的家庭主妇也不如吧？运哥哥，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手上拿着汤勺，直接喂到了你嘴边。见状，你急忙将鸡汤从他手中接过。小小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你端起鸡汤，轻轻喝了一小口，看了眼一旁目光期待的萧小小，夸赞道：真好喝。小小，没想到你厨艺竟然这么棒。运哥哥喜欢就好。随后便坐在你对面小口的吃起了饭，可每当吃上几口，又会忍不住的偷偷看一眼，然后继续埋头干饭。你感觉气氛有些尴尬，于是问道：小小，平时在家里都是你做饭吗？爸爸妈妈他们平时在外面工作很忙，所以平时都是我做饭的。这样吗？记忆里，萧小小的家庭其实并不和睦，父亲是个备胎职员，白天假装自己在外上班，晚上回来就酗酒，而母亲则是个老年夜店气氛组，专门搞老头的韭菜。因为父亲酗酒后就会看谁都不顺眼，所以经常能听见夫妻俩的吵架声。而这个时候，萧小小就会害怕的一个人躲在阳台，有时你刚好出来晾衣服，便会和他聊上几句，安慰一下他。不过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样的父母会让萧小小伤心到想要自杀去陪他们？小小，你很爱伯父伯母他们吗？虽然爸爸经常喝酒，妈妈经常不着家，两人还经常吵架，但他们都很爱小小。爸爸会悄悄给小小准备生日礼物，妈妈也会给我买好吃的生日蛋糕，所以小小也很爱他们。说到这，萧小小的眼角又泛起泪光，眼泪从眼角滑落。你连忙起身安慰：小小不哭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过了会，萧小小的情绪稳定下来，抬起小脑袋，朝着你甜甜一笑：没事的，运哥哥不用担心，有运哥哥陪着小小，小小不会再做傻事的。小小以后一定会好好陪着运哥哥，不会给运哥哥添麻烦的。听完后，你有些沉默。这话让我怎么回啊？咱们只是邻居，你这怎么搞得像要托付终身一样啊？吃完饭，你仰着头靠在沙发上躺尸，即便是饭后收拾，萧小小依旧是没有让你插手。过了会，萧小小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。运哥哥，你在家里等一下，小小这就去给你买拖鞋和洗漱用品。小小，你今晚是想要我留在你家过夜吗？萧小小疑惑地歪了歪小脑袋。运哥哥不是说过要一直陪着小小吗？所以小小肯定要和运哥哥住在一起。说到这，你有些沉默。萧小小的话你十分熟悉，游戏中你第一天就是被萧小小留下过夜，结果就是半夜他对你夜袭，直接钻了你被窝，而游戏也会这时弹出窗口，询问你要不要推脱。第一次玩游戏毫不犹豫的就推了，而后便是长长一段动画，解锁每天各种姿势和服饰，这样的幸福日子一直持续到第二个女主出现。不熟悉这个变态游戏的你，自然也想着要把2号女主也推死，结果就是被萧小小撞见，然后被他给砸了。如果自己今晚真的留在这里的话，不会被得吃吧？那个小小，我们孤男寡女住在一起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会啊？运哥哥，我们不是家人吗？我靠，这连台词都一模一样，自己今晚怕是真的要被夜袭啊！情急之下，你慌乱开口。可是就算住，也不一定要住在小小你家，对吧？话一说完，你就后悔了。不住小小小家，还能住哪里？那只有自己家了呀。
身边的女人全是病娇怎么办？尤其是他们还全都惦记着，不管你怎么逃离，最终都会被他们强行拖回去。一手拿刀的高冷黑长直的玉嘴，还有邻家可爱系的学妹想让我喝下加马雕的水杯，还有一拳把沙袋打爆的运动系的青梅。其他病娇就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运哥哥，你是想让小小去你家里住吗？你想要解释，可萧小小根本就不给你机会。既然是运哥哥不愿住小小家，那小小这就去收拾东西。运哥哥，你在这等一下。说完就立马跑回了自己卧室，然后啪的一声将门关上。没过多久，萧小小就推着行李箱，背上扛着一个比他人还高的被褥包走了出来。小小准备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这架势解释都没用了。如果我现在说并不打算住一起，萧小小估计会当场黑化吧。自己家好歹是自己的主场，到时候自己把房间反锁，他又没有钥匙，他还怎么夜袭我？运13感觉自己的想法很不错，于是点了点头。行，我来帮你拿行李。你也不等他拒绝，直接拿他身上的行李就朝门外走去。走吧，小小。萧小小点了点头，连忙跟上。你家和萧小小户型一样，都是标准的两室一厅，不同的是萧小小是一家人挤在一起，而你是一个人。游戏设定里，你的父母在你一成年就去国外过2人甜蜜世界，去1年也难得见上面，所以也不用担心父母撞见什么。回到家，你将萧小小带到你父母的卧室，取出房间钥匙递给他。小小，这是你房间的钥匙，我没有其他备用，所以你不用担心隐私问题。没关系的，运哥哥，我的房间只要运哥哥想，随时都可以进来。说完，又不好意思的将头低下，脸颊瞬间泛起一抹红润。好家伙，妹妹，你是不知道你说这话有多诱人吗？我真怕我忍不住啊。那个小小啊，你先收拾一下，我去帮你买些日用品回来。运哥哥不用，我有把洗漱用品带过来，包括鞋子、内衣什么的。你看着眼前紧紧抓住你的萧小小，此刻他似乎非常紧张，像是害怕你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一样。难道萧小小是不想自己离开，想让自己一直陪着他？那好吧，小小，你先收拾，我回房间去换身衣服。听到你不走，萧小小这才松开你的手臂，抬头望了你，似乎有什么想说，但还是忍住，于是便走进房间，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。突然，门外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响，吓得他浑身一激灵，手里的衣服都掉了。你刚走进房间，准备拿出衣服更换，立马就听见了急促的敲门声。自己衣服都还没脱呢，萧小小这是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小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运哥哥，你可以不关门吗？这不关门自己怎么换衣服？我可没有随便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癖好啊。可以吗？萧小小抬起脑袋，神情紧张中带着一丝渴求，渴求中又带着一丝迫切，迫切中还夹杂着一丝变态。病娇出现端倪了，你倒吸一口凉气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现在不关门倒是没事，自己可以躲在死角将衣服换掉。但是晚上呢，萧小小又不让关的话，那主场优势就没了呀。不行哦，小小，虽然你把我当哥哥，但是男女有别还是需要注意的。不会，小小不会偷看的。小小只是不想哥哥把门关上，因为小小害怕。这委屈的模样，想要拒绝却又说不出口，明明已经够可爱了，居然还用这种委屈小猫咪的眼神看着，这谁能拒绝得了啊？那好吧，不过晚上睡觉时我还是会关的，这个没得商量。那运哥哥，你继续换衣服，小小回去收拾行李了。说完便一溜烟的跑回房间，为了让你相信他不会偷看，甚至还主动背对着开门，一副认真收拾行李的样子。但这一套丝滑小莲照看的心里有种甜甜的感觉。你将衣服换好，从房间走出。眼下时间才刚过9点，作为熬夜大军一员的你，此刻自然不会睡觉。但问题是，现在家里多了个萧小小。眼下这妮子正穿着围裙，拿着拖把帮你打扫家务，不仅地板拖得反光，就连墙角、沙发底下都被她认真打理。期间还想帮你洗内裤、打扫卧室来着，但被你无情拒绝了。你看着萧小小忙碌的身影，实在是看不过去了。小小，你今天已经很累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先睡觉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听见你的话，萧小小一时愣住，脸颊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红润。过了一会，才低着脑袋，羞涩地问道：“运哥哥，你是想和我一起睡吗？”不是，妹妹，这也能理解成一起睡的。好了，小小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哥哥，那就听哥哥话，赶紧去睡觉好不好？现在哥哥的话都不听了吗？那好吧，运哥哥晚安。听见萧小小答应你，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和萧小小互道了一声晚安，然后在他不舍的小眼神中关上房门，然后反锁关上门，一躺在床上发呆。现在和女主扯上关系后，已经没办法逃避了。我试过多种结局的，要想达成完美结局，最重要的点就是千万不能碰小小小。虽然这个女主看起来身娇体柔一推倒，但却是那个变态作者设下的陷阱。如果没在其他女主之前将她的好感刷满，那自己总会被她莫名其妙的砸在各种剧情上。更何况自己现在没了系统，无法得知好感，万一没把控好，那自己就真的凉了。现在可是现实世界，不像游戏，可以独当重来。你揉了揉眉心，感觉有些头疼。算了，明日事明日想。你轻轻起身，来到电脑桌前，在设定里，你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纯爱网文作者。我刚穿越过来，我得好好熟悉一下自己的身份。刚刚打开电脑，门外就传来一声萧小小的呼喊：“运哥哥，你睡了吗？”
这丫头居然还不死心。你坐在电脑前不敢动弹，假装自己在睡觉，听不见。又过了一会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韵哥哥，你睡着了吗？小小睡不着。你没有搭理萧小小，继续坐着一动不动。门外的敲门声敲了一会，便慢慢停下。你以为萧小小已经走了，心底松了口气，继续等了一会，门外没有任何声音传出。我靠，这妮子今晚该不会就打算守在门口不走了？你轻轻走到门口，非常小心地将门锁打开，小心地打开一条缝，可走廊太黑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就在你准备将门再拉开一点的时候，忽然一只手立马伸进门缝，你被吓得猛然一退，房门也被慢慢的缓缓打开。你仔细一看，只见昏暗的走廊里，一位穿着白色睡衣的少女正低着脑袋，手里抱着一个小玩偶，站在卧室门前默不作声。小小，是你吗？韵哥哥，我睡不着。睡不着就睡不着吗？有必要搞得这么吓人吗？那个小小是想爸爸妈妈吗？韵哥哥，小小今晚可以和你一起睡吗？自己的床可是单人床啊，2个人睡的话，那就必须紧紧贴在一起，万一偏偏不走，擦肩走后什么的，那夫妇可就卡了。见你犹豫的样子，萧小小又赶紧补充道：韵哥哥，小小不会打呼噜，也不会梦游磨牙什么的，而且小小可以睡在地上，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哎，好吧，大不了自己今晚睡地板吧。见你答应，萧小小立马跑进来，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拥抱。谢谢你，韵哥哥。那小小你就先上床睡觉吧。韵哥哥，你不睡吗？哥哥突然想起来还有些工作没做完呢。既然自己无法阻止萧小小钻被窝，但至少可以选择不进被窝。反正自己也要熟悉网文职业，只要萧小小熬不住睡着了，那自己就跑客厅睡去。小小，你先睡吗？哥哥忙完就睡。真的吗？萧小小探出脑袋，脸上带着明显的不信。哼，坏运哥哥刚才就想装睡不让自己进屋。真的？见你似乎真的有事的样子，萧小小这才抬起小脚，娇小的身体往被子里一钻，露出半个脑袋，用眼睛盯着你，闻到你被子中的味道。萧小小用力吸了吸，这就是运哥哥被窝的味道吗？好好闻，好喜欢。晚安，小小，早点睡哦。然后挪了挪身子，留出半张床。运哥哥，快点忙完来睡觉，小小替你暖好床哦。好。你扭过头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，内心不断暗示自己：忍住，一定要忍住，我不能去想床上的萧小小，我要狠狠的码子，不能被世俗和女色诱惑。你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，开始专心地研究自己的网文职业。原剧情中，你就是因为网文职业认识了那位高冷腹黑系黑长直学姐，也是你最喜欢的一位女主。虽然她也是个病娇，但她相比较其他女主，她不会一言不合就将我给砍了。这个点萧小小应该已经睡着了吧？这样想着，你轻轻转头朝床上望去。运哥哥，你要睡了吗？这都2点半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躺床上的小小依旧露出半个小脑袋盯着，明明小脸已经充满困意，却又带着无比的坚决。小小等着运哥哥，哥哥不睡，小小不睡。但是哥哥还要再忙一会，小小你先睡。不知过去的多久，你还是迷迷糊糊的躺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我自己怎么会睡到床上？我昨晚明明一直坐在椅子上，根本没有碰过床，该不会是自己没熬住，在椅子上睡着了，然后被萧小小扛到了床上了？可是他也没在床边啊，难不成昨晚他回去睡觉了？正思索着，你忽然感觉腿间凉飕飕的，掀开被子，朝被窝里望去。我熬夜一不小心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我一醒来就发现我的史诗级尿不湿居然被扒下来了。接上集。你看着被子里自己一丝不挂的模样，顿时升起强烈的危机。自己昨晚该不会已经被萧小小给那啥了吧？可是为什么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？忽然，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，打断了你的思绪。你抬头看去，只见萧小小正站在门口，满脸开心的看着你。运哥哥，你醒了，小小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，运哥哥洗漱完就可以吃了。啊，好，等一下，小小，我的裤子怎么没了呀？我帮运哥哥洗了呀，因为哥哥昨晚睡得太死，所以小小就自己动手帮哥哥把衣服脱了拿去洗。这我找谁说理去？自己就这样被看光了。你将被子裹紧，露出个脑袋看向他。那小小，我昨晚是怎么来到床上的？昨晚我看运哥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就把你搬上床了呀。那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吗？别的没有呀，运哥哥睡觉也不打呼噜什么的。你说的别的是指？没事，小小，你去忙吧，我这就起床。好。还好昨晚确实是没有发生什么。运哥哥，趁热吃哦，已经快凉了呢。如果小小没有这个病娇属性的话，萧小小的贤惠人设简直就是人生完美妻子。如果自己真的和萧小小交往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好。一个父母意外离世，一个父母国外，2人刚好可以开心的在一起过2人世界。虽然游戏里自己会强制与其他女主见面，但这是现实世界啊，自己只要当个坚定的纯爱战士，不就可以避免被柴刀了吗？如此一想，你心情顿感舒畅了许多，边吃着萧小小准备的早餐，一边看着阳台不断忙碌的身影，嘴角扬起的弧度简直比 AK 还难压。死鬼，起床做动画了。老大，
啥事啊？又叫老邓，你叫一句爹会死是吧？你这话说的，哪有爹会把儿子丢在一边，自己和老婆跑去国外度蜜月的？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们俩出去玩，你心里估计高兴坏了吧？行吧行吧，随你怎么说。你现在不应该跟老妈探讨我弟弟妹妹的创作过程吗？怎么有空想起我来了？臭小子，你再敢满嘴跑火车，你下个月生活费就没了。我错了，爹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老家那丫头考到你那大学了，他爸问我有没有房子租，正好你那不是有间空房吗？我就说让他过来和你住一块，刚好你俩也有个照应。听到这里，你感觉自己的脊背一凉，下意识的看了一眼阳台边的萧小小。爹呀，我跟他孤男寡女的，这住一起不太合适吧？不合适，也不知道是谁以前忽悠人家说长大了要娶人家当老婆，还把人家骗去考你那大学，怎么现在穿上裤子就不认账是吧？反正我现在已经答应好人家，他应该过2天就到。要是让我知道你不好好对待人家，等我回来别怪我请你吃你最爱的皮带炒肉丝。说完便将电话直接挂断。你看着被挂断的手机，坑爹呢这是！自己刚打算当纯爱战士，就给我强制安排剧情是吧？这位2号女主程瑜设定了你们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因为你读高中所以才分开，可你在临别时却对她许下承诺予以我会在江城大学等你的。然后你的这位青梅就应是隐忍，3年期间从不和你联系，直到高考结束，凭借着差一点考上状元的分数来到了你所在的大学。如果是按正常剧情来走，你会在开学之后将程宇接到家里，并和他开始同居。但现在你家的房间昨天已经被萧小小住下，要是现在将程宇带回家里，估计2人会直接爆发修罗场。现在开始计划躲避政策，到刚才的纯爱战士计划，这 TM 的都计划了个寂寞。好在程宇还要过几天才回来，现在还有时间可以想办法。万一过几天萧小小情绪好一点，自己就搬回去了。如此想着，你便继续吃着早餐，不然放在桌旁的手机再次响起。死鬼，起床做动画了。老邓是不是还有事情没交代？程宇怎么这会也给自己打电话？你拿起手机，小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电话接听，对面立马传来少女充满元气的声音。猜猜我是谁？来电显示上写着呢。姐，真没劲。嘿嘿，伯父刚才应该把事情都跟你说了吧？说了。嘿嘿，这都3年不见了，你这个家伙有没有想我？想啊，想得我都快哭了。真不错。算你这家伙还有良心。我是今天的飞机，等回下午记得来接我。你知道的，我是路痴。什么？不是说好的开学前1天呢？这剧情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你今天就过来？对啊，这不过几天开学，事情那么多，我还有那么多东西要收拾，当然得提前几天来了呀。可是你还想询问什么，却被程宇玉打断。好了，先不和你说了，我要上飞机了，我大概下午2点到，记得到时候早点来，可别让我等你。说完便将电话直接挂断。你再次听着被挂断的提示音，整个人呆若木鸡，愣了许久。云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哦，没事没事。这算个什么事啊？这现在该咋办啊？云哥哥，小小把衣服晾好了，咱们去把剩下的行李搬过来吧。你心不在焉点了点头，跟着萧小小又来到了他家，帮他把其他会用到的行李都搬了回来。哎，还是先跟小小坦白吧。小小，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啊，云哥哥？那个下午家里会来一位客人，是我小时候的玩伴。玩伴？他是要来找云哥哥玩吗？没事的，云哥哥，小小会帮忙好好招待他的，不会给云哥哥丢脸的。那个他不是来玩的，他今年也考上了江城大学，我爸以为家里房间还有空，所以就让他过来和我一起住。一起住？萧小小一下捕捉到了关键词，这种敏感像是女性天生具备的。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。你低着头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如实说出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过了许久，萧小小低着脑袋。云哥哥，你是不要小小了吗？你也觉得小小是个累赘，就像我只会给爸爸妈妈添麻烦一样，是吗？你抬起头朝萧小小望去，只见后者眼神空洞，眼角的泪光不断闪烁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死亡的气息，仿佛只要从你这离开，昨天的操作就会再次复刻。没有，小小，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，你千万不要乱想。没事的，云哥哥，小小都明白，小小这就搬回去，去找爸爸妈妈。你赶忙拉住他的手。小小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云哥哥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自己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总之，我不是想赶走小小走的意思就对了。至于住的事情，等他到了之后，咱们再一起商量好不好？闻言，萧小小的神情还是有些失落。那云哥哥真的不会觉得小小是个拖累吗？没有，小小是最乖的小孩，就算有，自己现在也不能说呀。见此，萧小小的脸色终于有所缓和，朝你勉强露出一丝笑容。云哥哥，小小一定也会好好照顾你那个朋友的，所以请不要赶小小走，好不好？一位少女站在机场出口处，朝四周张望了一圈，见没有自己想见到的人，少女气呼呼地拿出手机。喂，E13，你人呢？我在出口找了一圈，根本没看到你，你是不是真把我给忘了？已经到了，别催，你往你左边看看。
左边少女循着视线望去，只见你正站在不远的石柱下，一只手提着奶茶，一只手朝自己招手。怎么跑那么远等我？只见程雨玉走来，正准备寒暄几句，下一秒就被一个大大的拥抱将自己牢牢抱紧，耳边传来少女有些生气语气：“晕狗，你这家伙，这3年也不出来看我一下。”我这不是怕耽误你学习吗？万一因为我你成绩下降了呢？那多不好。再说了，不是你让我别去找你的吗？我说不来就真的不来是吧？那我以前让你去我爸那偷户口本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？我那时候要真去了，程叔不得把我腿打断。小时候，你和程雨玉喜欢在院子里玩过家家，当时我们俩人玩得太入迷，以至于产生了要不咱俩去把户口本跟身份证拿上，跑民政局领证的幼稚想法。只不过这件事因为当时的我太怂，不敢去逃，以至于程雨玉只好亲自动手，结果被程爸发现，我们两人被狠狠胖揍一顿而结束。直到长大了，俩人才知道小学生根本结不了婚，我们俩那时也凑不出结婚需要的20块钱。你又笑什么？我想起高兴的事情。什么高兴的事？我老婆生孩子了。你又笑什么？我老婆也说话。你们的老婆是同一个人？哼，都这么久了，你还是这么怂。你不是搬过来住吗？怎么就一个行李箱？你脑子呢？我那么多东西一个人怎么拿得过来？肯定来之前提前快递了呀。啊，现在该怎么解释家里的事情了？虽然程雨玉外表看上去也很是娇弱，细胳膊细腿，身高还比我矮了半个脑袋，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位武力值爆表的存在。从小就跟程父习武，小学开始就是班上的女中豪杰，而且作为女主的她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鬓角柴刀，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打断你的双腿，将你终身囚禁，或者直接一脚踢成植物人，下半生只能河床度过。突出的就是一个暴力直接，虽然看起来非常暴力，但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缘故，只要不去作死触发她的病娇属性，哪怕我再怎么惹她生气，她也不会对我动武。一句话就是全部黑化，她就是一位身娇体柔一推倒的傲娇少女。算了，跟她讲吧。你一个人过来和我住一起，程叔他就没说什么吗？说了呀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让我们注意安全，别闹出人命，不然他打断你的腿。你又笑什么？我想起高兴的事情。什么高兴的事？我老婆生孩子了。你又笑什么？我老婆也说话。你们的老婆是同一个人？可恶的程叔，这是已经认定我们在一起了吗？这可是你女儿的终身大事啊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决定？要不自己去染个黄毛，再开辆鬼火，停他家楼下去。见你在一旁碎碎念的样子，程雨玉疑惑地朝你问道：“你在家嘀咕什么呢？”哦，那个玉啊，其实在你说要搬过来的前一天啊，家里空的那个房间刚好被我一个朋友住进去。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。程雨玉手里的奶茶被凭空捏爆，洒的车里到处都是。一旁正满脸吃瓜表情的司机表情大变，面无表情的回头看着你。洗车费200块，记得转一下。下车后，你看着离去的司机，内心忐忑的转过身，只见程雨玉双手环抱，浑身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，盯着你。玉13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他真的只是我的一个租客，你要相信我。租客碰巧是你的学妹，又碰巧没住的地方，甚至还碰巧在我来的前一天住进来。你觉得我会稀有这么多碰巧吗？玉13，我知道你觉得我傻不愣登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忽悠我。我真的你想要继续狡辩？玉13，你之前明明答应我，只要我考上江城大学，你就和我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你连忙捂住了嘴。姑奶奶啊，现在在小区门口这么多人看着，这话要是一出，那自己肯定会成为全小区唾弃的存在，一个专门忽悠未成年小姑娘的渣男。哼，好，你现在连我们的约定都不让说了，我这就走去告诉洛叔，说你欺负我。说完便提着行李箱，一副要离家出走的模样。走了几步，见你没有反应，又气鼓鼓的走了回来。你为什么不追上来？雨，你坐了这么久飞机，还没吃中饭吗？要不先上楼吃点东西，再说找我爸告状的事。毕竟是从小长大的青梅，我还是知道他并不是真的生气，眼下不过是在和我闹脾气来表达自己的不满，只要哄一哄，给个台阶下就好了。哼，那就先上楼吃东西，待会我再收拾你。你带着他7拐8拐来到了自己家楼下，可你不知道的是，小郑躲在2楼阳台角落，偷偷的盯着你。看到程雨玉那可爱活泼的脸庞，还有身旁并肩的原本温柔体贴的眼神，渐渐变得有些暗淡。对不起，韵哥哥。此时你正带着陈雨玉来到家门口，边开门边对着程雨玉解释道：“我都说了，小真的就只是我碰巧遇到的学妹，刚好碰巧她又没地方住，碰巧我想着租房赚点马呗，所以碰巧她成了我的租客。不信你待会问她，因为事先已经和小对好口供，所以我现在根本不慌。”你进到家里，看见小正站在阳台上，正准备和程雨玉介绍，可小却满脸开心的反应，直接扑进了你怀里。欢迎回家，韵哥哥。不是，这怎么和计划的不一样啊？小，你这上来就给我一个爱的拥抱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说好的按照口供来说呢？一旁的程雨玉双拳紧握，手指骨骼被捏得啪啪作响。玉13，这就是你说的没有任何关系的女租客。小，你先松开好不好？
雨雨姐姐，你好，我叫萧小小，韵哥哥经常和我提起你呢。自己什么时候和他提起过了？而且咱们昨天才住在一起。这萧小小在故意装出一副和韵13很熟的样子，并且想要挑战自己正宫的地位，是吗？小小妹妹，你可真会说话。程雨玉双手环抱，居高临下，而萧小小则面带微笑，从容不迫，气氛顿时剑拔弩张，隐约流露出火药味。你见状，连忙将他们分开。你们俩有什么话坐下来好好说，不许扯头发薅衣服啊！谁说我要动手了？小小妹妹，作为家里的租客，直接扑到房东身上是不是有些不合适？我和韵哥哥可不仅仅是房客的关系。哦，是吗？我和韵13早已经有婚约在身。小小妹妹，你这样做，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？自己什么时候和程雨玉有婚约了？他该不会把考上大学就结婚的话当真了吧？一旁的萧小小沉默，但看到你眼中诧异，大概也猜出了答案。雨雨姐姐，我可没听说韵哥哥有什么婚约，你该不会是把小时候的玩笑话当真了吧？萧小小这么敏锐吗？这都被他看出来了。那么程雨玉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该死，为什么我心里竟还隐隐有些期待？哼，只要双方都当真，那可就算不得玩笑话，你说对吗？韵13。程雨玉这是在逼着自己站队，要是平时站就站了，但现在旁边还有个精神不稳定的萧小小，这要是真站了，萧小小说不定会马上黑化的吧。不过现在两女虽然在针锋相对的交流，但却还没有黑化的迹象，只要不变成病娇，那自己就有操作的空间。想了想，你脸色一变，装出一副威严且生气的后宫之子模样。好了，雨雨小小，你们俩够了。雨雨小小暂时会在家里住一段时间，之后的事之后再说。程雨玉刚准备闹，但见着你一副很生气的模样，性子忽然就软了下来。虽然平时他与你相处都是一副很强硬的姿态，但他都清楚这都是你让着他。如果你真的生气，他只会立马服软。我倒是没什么，不过有些人可是一进门就想给我个下马威呢。我知道，还有小小，你也是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赶出去的，所以你也不要这么紧张。见你露出生气的模样，萧小小明白自己好像有些过火了，脑袋低垂。对不起，韵哥哥，小小不是这样的。那这件事情现在到此为止，你们俩现在相互认识一下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活下来了，我刚才就是在赌，他们不会因为这一点事情转变为病娇，毕竟在游戏里女主们都是在亲眼看见你和其他女主暧昧才会黑化，而刚刚我被萧小小抱的时候，只能处于被动状态，所以我才感觉并不算触发条件。他们只要不是病娇形态，那我的话就还是很有用。程雨玉因为从小调教的缘故，虽然武力值爆表，但只要自己真生气，就会转变成温柔。而小小就一点，只要不抛弃或者背叛了他，对自己简直1万个顺子。自己只要能够管住二弟，我应该还是安全的。哟，怎么和谐吗？原来自己的话怎么管用？说不要闹，这俩妹妹居然真的就不闹了，这么听话。韵13，就算你要我和他住在一起，那你至少告诉我，我捉马。一旁的萧小小闻言也转过头看着你，像只等待主人决定去留的小猫咪。是啊，现在房间就2间，要么有人和自己一起睡，要么就只能这俩妮子一起睡。前者试试就试试，后者倒是很不错，但显然不太现实。你就先住我房间吧，我先在客厅里睡几天。现在隔壁萧小小的家还空着，等过几天，萧小小情绪恢复，看看能不能让萧小小或者自己搬过去。萧小小他睡哪都没见，刚好现在你睡客厅，我晚上机会还多一些。嘿嘿。但另一边，萧小小似乎就有些坐不住。韵哥哥，要不还是我住客厅吧？自己都已经妥协和你住一起了，你竟然还当着我的面给韵13献殷勤，你是不是太不把我这个韵13的未婚妻放在眼里了？萧小小的要求你自然没同意。我可是母胎20年，好歹也玩了那么多后宫游戏，一碗水要端平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得。既然自己已经被迫卷入这个变态病娇游戏，那关于那个我全都要的结局也只能去自己探索。你将自己的私密物品都藏起来锁好，又将电脑到客厅，最后再把沙发拼凑一下，一个简单的床便完成了。现在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客厅没办法锁门，不过现在程雨玉都已经来了，夜袭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吧？我说这都已经快11点了，你们俩也该回房间了。一旁正在做着锻炼的程雨玉起身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晚安，韵13。那韵哥哥，小小也先回房间了。这俩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？要是他俩一直都这么听话，那自己哪里还用担心被拆到了？不过你心中的警惕却丝毫没有减少。你在确认了2人都回房后，便坐到了电脑桌前。虽然这是个游戏世界，但除了18岁就可以结婚领证以外，无论世界观还是文娱都和前世没有区别。想当文超公根本当不了。而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网文作者的人，要想按照游戏来发展剧情，那自己只能按照主角的脑洞来继续写。我好像写的是什么后宫牛头人的类型，这 TM 怎么写啊？你懒得再想怎么在后宫牛头人的事，洗漱完后便躺在沙发拼成的床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你原本所在的房间门锁被缓缓打开。都已经快2点了，隔壁的萧小小还有客厅的韵13应该都睡了吧？要是现在自己去钻韵13被窝的话，嘿嘿，一想到自己要趁着萧小小睡觉的时候去把韵13把，然后第2天萧小小起床看到自己和韵13睡在一起的场景，好刺激！轻手轻脚的走到萧小小卧室前，将耳朵贴在门口听了一会，再看到卧室里没有声音，应该已经睡着了后，程雨玉心中窃喜，于是又转头小心的朝客厅走去。再看到沙发上那微微隆起的被褥时，他的嘴角笑笑。韵13这家伙怎么睡觉还喜欢裹被子？但也好，这样能自己进去，他肯定会更惊讶。嘿嘿，韵狗我来了！说完便一头钻进被褥，2只小手不安分的摸了起来。
云哥你好香啊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小呀？软软的，小腿也是软软的，嫩的。等等，这手感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大？不对，你不是玉13，你到底是谁？说完便将被褥掀开，然后爬了出来。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位长发、穿着白色卡通睡衣的少女。萧小小，你为什么会在玉13的床上？被陈雨玉当场逮住，萧小小羞愧的低下头，身子缩在一起，不知该如何回答自己。明明想和运哥哥一起睡一会，等到快天亮了再悄悄回去，哪知往被褥里一钻，才发现被褥里面居然是空的。刚准备撤退，走廊又传来脚步声，以为是陈雨玉是起来上洗手间，所以就在被褥里藏一会。结果没想到陈雨玉这家伙和他一样，也是来演戏的。好啊，你这个狐狸精就早就洗我家玉13。哼，你家运哥哥又没有和你那个，凭什么就算你的了？这都是早晚的事，快说，你把玉13藏哪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想演戏，等我到的时候玉13就一直不在，我还不知道在哪里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要是萧小小也没见着玉13，那他跑哪去了？该不会是被这家伙给……不好！突然，客厅的灯光被打开，而你的声音也随之响起。你怎么不问了？我在这呢。面对突然亮起的灯光，两女下意识地用手遮住了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才终于能够正常视物。程雨玉睁眼一看，发现自己竟然趴在萧小小的腰上。哟，看你们这样子，如果换做不知道的人，以为你们俩这是在腻歪呢。看来你俩感情这么好，既然这样，要不你们俩睡一觉？我只是想去上厕所，顺便来看看你睡没睡，所以才钻我被窝里的。那小小你呢？萧小小也是脸颊通红，躺在床上用手遮着，尴尬的想要端回被子。小小迷路了。我靠，迷路到我家玉13的被窝里，这么烂的借口你都能说得出口，你真当我脑子不好使啊？什么你家的？你一没和运哥哥结婚，二没和运哥哥谈恋爱。明明是我先和运哥哥同居的。程雨玉一时语塞，心头忽然被萧小小弄得有些破防。我和玉13虽然从小青梅竹马，但好像的确没有正式在一起过，而所谓的大学结婚也只是两人的口头约定。从亲近程度上来讲，自己还真不如已经同居的萧小小。我和玉13那是迟早的事情，你等着瞧吧，我结婚必娶你，我跟你讲好了。我现在不管你们是迷路还是上厕所，现在都回各自房间去，晚上不许再出来，明白了吗？可是两女还想挣扎一下，可你却根本不给他们机会。你们要是不听话，那我就住学校宿舍里，这里就给你们俩了。自己根据这2天发生的情况已经总结出来，现在自己无论怎么逃避，身边总会有新的女主出现。虽然程雨玉和萧小小看起来特别听话，但对比其他女主，那是一个比一个强势。要是我真的被成功，后面再遇到其他女主得出大问题，都给我回去睡觉，已经很晚了。两女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见着你这么严肃，也只能乖乖点头确定了。今晚他们应该不会了，但以后呢？万一哪天醒来发现自己装备没了，然后怀里躺那个叔叔的抱椅上面，到时候莫名休业。算了，懒得再想，睡了。再一睁眼，阳台外早已阳光明媚，而萧小小正乖巧地站在你身边。运哥哥，你醒了，早饭已经准备好了，洗漱好就可以吃了。今天不是萧小小做的吗？这你都能吃得下去？你俩搁着床头打架床尾和呢？不过只要两女不吵架，这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。运哥哥，今天能陪我去一趟家里吗？有一些爸爸的亲戚说要今天过来。萧小小父母的亲戚，这好像是萧小小的主线剧情之一。如果是真的话，那自己必须得去。你正准备答应，不过餐桌对面陈雨玉也跟着开口。玉13，我今天想去商场里买些衣服和日用品，你陪我去一趟。当我得知接下来的剧情，病娇1号会被所谓的亲戚索要父母给他留下唯一的房子时，从那时起，病娇1号就会被沦为他们一家赚钱的工具。看我如何打脸这所谓的亲戚。接上集。你瞄了眼萧小小，又瞄了眼程雨玉，两人的眼神里都透露出一个意思：选我还是选他？这好像是修罗场的味道。要不这样，既然咱们现在住一起，那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当然得一起行动，对不对？这样雨雨我们先一起陪小小去见他的亲戚，之后再一起去逛商场，怎么样？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去？程雨玉正准备发表自己的不满，可看到你严肃的样子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低着头，小脸委屈巴巴。去就去嘛，那么凶干嘛？小小，你家里的亲戚什么时候来？应该马上就到了，小小已经把地址发给他们了。这样啊，游戏中萧小小的那些亲戚可不是为了挨刀而来，他们只知道萧小小父母都不在了，留下了一套没人要的房子，他们才不在乎萧小小现在成了孤儿，没了房子该怎么办？这也是我想把程雨玉带上的原因。虽然这女子看起来对自己一直唯唯诺诺的，可万一那帮老家伙不给面子，执意要闹，她真能一个打10个。你起身擦了擦嘴，朝萧小小道：那既然这样，咱们现在就过去。不是我早饭还没吃完呢，怎么这就说走就走了？不是说因为没地方住，萧小小才住在家里吗？这阳台的距离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跳过去啊！好你个玉13，妹妹跟你心连心，你跟妹妹玩脑筋是吧？玉13，你最好老老实实跟我交代。好了，别再拿傻站着了，小小的亲戚上来了。程雨玉刚刚升起的情绪又立马熄灭，老老实实的坐在了你身旁。哦，小小，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真是女大18变。这是给你买的牛奶，你得多喝点，能长高。
感受到中年男人不怀好意的眼神，萧小小露出勉强的笑容。谢谢三叔。中年夫妇进门刚准备继续开口，忽然看见坐在沙发上的你和程宇。小小，这两位是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玉13哥哥和雨雨姐姐。我们等会还要出去，所以就让他们在家里坐一会。这样啊。中年男人目光朝你们看，在看到程雨玉的样子时，眼睛瞬间就直了。你这孙子看什么呢？跟着一起来的中年。对，那个小小啊，三叔有些事情想和你商量，能不能让你的朋友们回避一下？小小微微摇头，按照你刚才教他的话，柔声道：没事的，三叔，他们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们可以听的。那小小，我就说了呀，关于你父母的事，我和你婶婶也很难过，知道你现在一个人生活，日子肯定很艰难，所以我们想将你接过去住。接我？没有啊，三叔，小小现在其实过得还好，如果没有程雨玉，那就更好了。傻孩子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小小你不用硬撑着，你过来和叔叔婶婶一起住，肯定比你一个人生活要好，你放心，肯定和自己家一样。小小一时有些为难，不自觉地看向你，摸了摸鼻子，按照之前说的这表示，让他先答应，听听三叔后面怎么说。那三叔，我过去和你们一起住，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小小，我知道你爸妈把房子名字写给你的，但你还小，要房子也没什么用。三叔最近生意出了点状况，所以想借你的房子用一用。你放心，等叔叔缓过来了，房子肯定立马还你，还给你买车，以后住叔叔婶婶家，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。这样啊？是啊，小小，你跟着婶婶住，婶婶肯定会照顾好你的，而且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婶婶肯定也会帮你找到一个好人家，到时候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。小小又下意识地看向你，但你没有丝毫其他动作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像是等待他做出决定。小小又转过头看向中年男人。三叔，你知道爸爸以前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他让我不要相信三叔你的任何一句话。怎么跟你三叔说话呢？我们这也是为你好，别信你爸那个酒蒙子的话，他天天醉酒的话信不得。而且你三叔生意最近确实有些困难，你哪怕不和我们一起住，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帮帮我们好不好？面对中年女人的感情牌，小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三叔好像真的遇到了困难，要不我还是……好了，两位，小小并不打算将房子改成你们的名字，也不打算帮你们，你们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萧家的事，你的外人插什么嘴？是吗？小父母才刚刚去世，你们就来打人家房子的主意，怎么以为拿2箱牛奶就想将房子骗到手？还说什么帮小找户好人家？我看是想再收一份彩礼钱吧。上来就先吃绝户，你们俩还真是为小好。你说什么呢？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我今天就要替你爸妈教训下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尊重长辈。中年妇女说完，便伸手想要揪住你的衣领，可手才伸到一半，就被一只纤细小手牢牢抓住。放开！中年妇女怒喝，但无论她怎么用力，那少女的手就像铁钳般纹丝不动，根本无法挣脱。转头看向那少女，后者那冰冷的眼眸让她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好了，雨放开他吧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外人，这件事应该让小来决断。小你决定吧。是答应你叔叔婶婶，还是让他们从哪来回哪去？我和陈雨只是起到一个撑场子长信心的作用，这本就是小自己的家事，决定权还是应该由他来做主。小，你怎么能和这种随便干扰别人家事的人做朋友？听婶婶的话，以后一定要少和这种人来往。够了，三叔三婶，你们回去吧，房子我是不会给你们的。中年妇女还想继续打亲情牌，还没说话便被萧小打断。三婶，以前爸爸他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也去找你们借过钱吧？那时候爸爸他已经没了工作，妈妈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演出，刚好我上大学又要交学费，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去找你们。你当初是怎么和爸爸他说的？你说我们宁可把这钱丢了，也不会借给你。三婶，你是这么回答他的吧？萧小低着头，神色泛起一丝难过。不是的，小，那时候你爸没有工作，又天天喝酒，我们这也是不放心才行了。行了。很久没说话的中年男人摇了摇头。你别说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房子拿不到，你的生意怎么办？那是小的房子，不是我们的生意的事情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萧然，你怎么和我说话的？我这不也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家好？要是你生意砸了，以后孩子怎么上大学？行了，对不起，小，今天三叔三婶说的话，你就当没听见。我们这就回去，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，你一定要跟三叔讲。说完便独自走向门口，回头朝身后大声道：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走了。中年妇女气得不行，朝你狠狠瞪了眼，连忙跟着中年男人离开。临走时还不忘将带来的牛奶给怎么还有这种亲戚的？一句挨到的话不说，上来就要房子，这也叫亲戚？想的要翻的还差不多。小，以后别跟这种亲戚来往，他们根本不配。知道了，今天谢谢13哥哥，还有雨姐姐。小勉强朝你们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。本来就是刚刚失去父母，今天还主动和自己的亲戚翻脸，这让性子本就柔弱的他心里难受的不行。如果今天不是有我在，他真不知道今天会怎么度过。或许要是没有遇见我的话，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吧。你起身走到萧面前，轻轻揉了揉他的脑袋。
小小，你刚才做的很好。这都是运13哥哥还有鱼鱼姐的功劳，谢谢你愿意帮我。我也没做什么了，我只是不爽那个女人而已。说的什么东西啊？听得我高血压都要上来了，不行，好想去揍她一顿。见着程雨雨越想越气的表情，萧小小忽然笑出了声。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鱼鱼姐姐你很可爱啊。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也不会把运13让给你的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今天不是还要去逛商场吗？怎么还处在这？那鱼鱼姐姐、运哥哥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房间里再拿几件衣服，马上出来。一旁的程雨也反应过来，一把揪住你的衣领。好你的运13，萧小小的事情，你之前为什么不和我说？我要怎么说？说小小他父母刚刚去世，怕看到父母的东西太过悲伤，所以才搬到我家里。你觉得我要这么说，你会信吗？如果你当时真这么说，我确实很难相信。所以萧小小他父母真的已经真的，所以在他面前尽量别提父母的事，明白了吗？这还用你教我？你别老拿我当傻子好不好？我今年可是差点就成了高考状元了。好，我不这么说行了吧？程雨玉冷哼一声，脸颊泛起一丝红润，脑袋凑到你胸前，低声道：“那你将刚才做的事再做一遍，我就原谅你了。”什么事？当然是摸头。你刚才怎么摸萧小小的，就怎么摸我，而且不能摸得比他少。一个诡异的房间，当我过去观察时，突然一个手把我拉进去了。接上集。不多时，等萧小小收拾好后，三人便去了邻近的旺达商场。我作为一个标准的宅男，对商场这种存在并不感兴趣，属于是能不去就不去。忽然，右边手腕传来触感，就是有点可惜，是个屁。你干嘛？哼，我们小时候出来玩，不就是手挽手的吗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小时候是小时候啊。小时候怎么了？小时候我还跟你一起睡过呢。你现在敢让我睡？不对，你是真敢。行吧，反正现在两女都还没进入病娇形态，他们想怎么闹都行。运13刚接受被挽着手，忽然左手手臂也跟着传来柔软触感。萧小小这妮子竟然也和程宇一样挽着自己的手臂了，这个得有 C， 不对，至少 C 加，还是这个不错呢呀。我靠，我在想什么呢？小小你这是我觉得鱼鱼姐姐说的对，出来逛商场就是应该挽着手。妹妹，你说话都结巴了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你们俩够了呀！你们这是出来逛商场，还是出来押犯人呢？我这是犯了什么罪？美少女的事你少管。哼，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很是柔弱的女生这么恬不知耻，竟然敢和我一起挽着运13。哼，看在你心情低落的份上，今天不和你计较。见程雨玉没得商量，运13又看向萧小小。小小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没事的，运哥哥，小小也很喜欢这样。妹妹啊，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！你是很喜欢玩手吗？还是很喜欢和程宇雌竞？或者你其实喜欢的是程宇？运13拗不过俩妹子，所以只得被夹在中间，走进了商场。不是，凭啥？这我还会个鸡毛啊！跳了。不过说归说，被两位美少女夹在中间的感觉是挺不错。三人站在了一家内衣专卖店前，走不动道。运13嗅到了一丝危机。雨雨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只带了2内衣过来，要再买一点，应该也不过分吧？要不运13你帮我挑几个喜欢的。这么私密的东西，能让自己来挑吗？如果自己说喜欢黑色蕾丝边镂空氛围感的，你就真的会买吗？这不合适吧？运13站在店门口，并不是很想进去，见着萧小小也望着店里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期待。你们去买吧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从一进商场开始，两女的火药味就浓郁的不行。这要是跟着进去，然后被拉进换衣间，那问题可就大发了。你怎么跟哥娘们一样磨磨唧唧的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进不进来？不进。好，我进来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对话好像有些奇怪啊。从进店里，他们两个便各自分开，在衣架间穿梭。看来又是一个陪女朋友来逛街买衣服的，买些在晚上加供速，这也正常。现在的年轻人玩得很开，很正常，只要别在更衣室里做那种事情就行。女收银员一边工作一边如是想着，忽而更衣室方向传来少女的呼唤：“运13，你过来一下。”运13与女收银员同一时间转头，循着声音望去。他已经把外面的长袖脱了，干嘛？这个就开始了，因为太美了。那妈呀，我忙着。看来这一位就是这小帅哥的女朋友了，真好看了，元气活泼的。话说回来，这个小姑娘叫她去更衣间干嘛？她的尺寸应该随便穿吧？难道说是那种事情？不行，不要啊！我今天才打扫的更衣室，你过来。什么事情？你还能穿不上吗？你过来就对了。说完，程雨玉便又缩回了更衣室。这玩意能对喽？运13一时有些犹豫，扫了眼店里，没看到萧小小的踪影。萧小小应该是逛到2楼去了。既然萧小小没在，那就过去看一眼吧，就一眼。运13走到程雨玉的更衣室面前。什么事啊？下一刻，还没等他话说完，更衣室门从里面被打开，程雨玉二话不说，一把手把他拉了进去，随手把门关上。完了，难道他们真的要在这里那个？现在的年轻人都玩得这么花吗？这，自己要不要去阻止啊？还是假装没看到吧？程雨玉与运13紧贴着站在一起，两人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原来是让我帮他系上去。帮我系下。好吧。
这玩意儿既然是纽扣式的，我怎么记都记不上去，帮我记。行吧，你别乱动啊。与此同时，女收银员犹豫之后，最终还是悄悄走到了更衣室门口。我就听听里面什么声音，要是是正常的换衣服声音，那我就回去；要是那种，快点，别催，好了没啊？快好了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太紧了，不好弄啊。他们竟然真的在那个啊！要不要阻止他们啊？这都已经开始了，再阻止不太好吧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吧，大不了晚上再打扫一遍。女收银员蹑手蹑脚的又回了收银台，看着自己的收银机，假装无事发生。过了会儿，韵13与程雨玉从更衣室里出来，但男生满头大汗，女生面色红润，他们刚才肯定在那个。这个麻烦给我包起来。你是真不行啊，韵13，弄了半天才弄好。这还有人在呢，你能不能别乱说话？哼，你本来就不行嘛，我上去2楼看看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不要，我给钱呢，你自己上去吧。这种更衣室剧情，我不想被他丢掉。哎，这真的很难用。行吧，反正这会儿肖小小也在楼上，不用太担心。韵13买完单，从女收银员手里接过包装袋。这店员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他看我的眼神变得怪怪的，就好像是在看变态。算了，坐在椅子上玩手机打发时间。过了一会儿，肖小小下来，后者手里拿着一副白色戴米丝，见着韵13看了，脸颊泛起一丝绯红，于是加快脚步，小碎步进了更衣室。哟，他怎么知道自己喜欢类似镂空的？说起来，思明说他好像一起说过，但是还没见到过小小小的。原来小小小喜欢的是这种类型的吗？今晚回家就去阳台逛啊，不是，去透透气。于是韵13继续低头玩手机，点开小说软件，趁着无聊扫扫榜单，获取一下关于后宫牛头人的灵感，之后再将右上角的消息小红点全部点掉。自从上本书完结后，许多老粉丝以为我只会写纯爱类型的恋爱小说，都急着我的等下一本书，其中也不乏一些催更求番外的。忽然，一条消息却让他的手指停了下来。一个顶着少女卡通头像、疑似女粉丝的用户向他发来了一条消息：你好，一乐大大，我是您的忠实粉丝。您最近完结的那本《黄毛鬼火少年不会爱上抽烟纹身好女孩》，虽然名字很特别，但内容却非常的精彩，我也非常喜欢。我是一名漫画工作者，您的小说内核精神刚好和我想要画的漫画一致，因此我想和您交流一下心得，看看可否合作一下。我画漫画，你写脚本。韵13眼睛微眯，思索了起来。原作游戏里，小说漫改那都是很后期的剧情了呀，怎么这才几天就有人和他商量漫画的事？这不对，这个人是想让他写脚本，但是我下本是后宫牛头人啊，难道这牛头人的精神对方也感受到了吗？但是又说起来，游戏中好像是有一位女主是漫画家，那位黑长直高冷学姐会是她吗？先加个 V 看看吧。谢谢你喜欢我的小说，关于脚本的事，我正好最近有空，要不加个联系方式 ？Lovelux， 这是我的 VX 号，麻烦您了。没有麻烦，我加过去了。正等着对方通过，然后就冲进朋友圈一顿偷窥，看看此人到底是谁。忽然，不远处又传来呼唤：“韵哥哥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”